咱们讲完这个中东了啊，咱们再说说今天俄乌也有一个非常炸裂的消息啊，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小泽子差点没被干死啊！你们没听错，就是小泽子差点没被俄军的导弹给炸死啊！事儿什么个事儿呢？就昨天不是8月24号嘛，是个乌克兰的独立日，对吧？为了增加这个军事行动的一个威慑性啊，普大帝就直接下令了，说这个这么的啊，咱今天呢就是庆祝一下。放个大呲花，在那个乌克兰全境叮当嗖溜，哒哒哒一顿干啊！本来呢，俄罗斯的轰炸吧，大家应该明白，基本都是盯着一些军事目标炸，对不对？炸完之后就收工，炸完之后就收工，就跟那个上班打卡似的，都习惯了。所以说，一开始很多人啊，包括我都没在意，就想着说这消息一笔带过就行了。结果今天起来，家人们，我这一看新闻，直接坏了个血菜了。出大事儿了！这次轰炸基辅倒是没啥特别的，但是对苏梅州这个轰炸呀，老铁们，那可是出大事儿了。原本普大帝想的是什么呢？现在库尔斯克的俄军啊，已经开始进入防守了。那么当务之急就是什么？切断苏梅州这个乌军的后援路线。所以这次轰炸呢，是特别重点照顾了苏梅州。什么温鸭弹呢？什么钻地弹呢？那嘎嘎一嘎是一顿扔。结果呢，今天一看乌克兰媒体的消息，我的个妈呀！昨天俄军呢进行轰炸的时候，泽连斯基正好是偷偷摸摸干到苏梅州了，并且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在地堡里面开会呢。那他俩开会都开的倒挺好的，是不是啊？可他们没想到啊，这个地堡那早就被俄军标注为重点的轰炸对象了。然后家人们，你猜咋的了？悲催的就来了。他俩人在开会呢，另一边啊，俄军的钻地弹呼哧一下就干过去了，直接就命中这个地堡了。但是咱该说不说，不知道这次泽连斯基是命大还是地堡的质量挺好啊，这个硬生生的吃了2发钻地弹，居然没啥太大问题啊，只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不过这次运气好，下次就不一定了，兄弟们。然后说完这个，咱再说谁呢？咱再说美国这个事儿啊，昨天呢，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大家都知道啊，终于呢宣布说美国要降息了啊。有人说这个降息意味着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了，降息意味着这一轮的东方大国美国的金融战，美国败了。而且降息这个时间，家人们，什么时候？9月份。这个消息那可是不是一点点的震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啊，我说美国主动宣布降息，就是承认从2022年的3月开打的这场金融战，美国输了。其实不是2022年，是从2020年开打的这场金融战。感谢宁静啊，美国输了。到这有人就说了，美联储主席他为啥要公开宣布？你要着摸的敲着摸的，你搞一下不行吗？怎么说还真不行。他这番话是不得不说，毕竟1个月啥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万一发生连环暴雷了呢？对不对？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下面就今天美国最新的数据报道啊，美国5000多家银行已经坚持不住了。家人们，你知道为什么银行坚持不住了吗？来，我问你们，为什么银行坚持不住了？今天咱们就整点深度，咱们整点金融的。美联储啊，基准利率还在，因为美联储的基准利率还在啊，所以这些银行现在呢是给吸收进来存款付高利息。那对于贷出去的款呢，要是就是对方利息低，就是每放贷一次基本上都是亏。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利息倒挂了。感谢刘老汉啊，我怎么跟你们讲呢？就正常咱们管银行贷款，你是不是得还利息？咱们往银行存钱，是不是银行得给你利息？对吧？正常咱们这个模式啊，就正常一个国家啊，就是你管银行贷款，你给银行交那个利息，肯定是比你的钱存在银行里那个利息要高，对不对？这样银行才能赚钱嘛。但是现在美国因为不断加息，要吸引那些外资嘛。然后现在加息加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美国现在存钱的这个利率高于美国贷款的这个利率。什么概念？就是你把100万的钱存在银行，银行给你的利息比你在银行贷100万你要还银行那个利息要高，不是要低，不是要高。然后然后怎么办了呢？家人们怎么办？现在很多人就是你想啊，那我们怎么赚钱呢？有一部分人就这样，我从美国银行里面贷出来钱，比如说
我贷出来100块钱，对吧？我只需要1个月给银行1块钱的利息，然后呢，我把这100块钱存到美国的银行，美国的银行每个月给我2块钱的利息，里外里就是说我从银行贷出来100块钱，我再存进去100块钱，我就每个月净赚1块钱，懂我的概念不，家人们？就是现在已经利息倒挂了，就是现在暴雷啊，已经爆到我就是无数是美国第6家银行已经倒闭了，说不定哪天暴雷潮直接来了。所以为什么美国一定要降息？不得不，他再不降息他就疯了，整个银行直接崩溃，政府没有钱，能不能还不起钱。而且老铁们，就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是一定要爆发的，至少咱不说这个暴雷潮吧，至少是一场中等级别的金融危机。就像美国霸权啊，离衰落只剩一场局部战争了，现在的美元霸权离衰落也只差一场中等级别的金融战了。有人说，为什么美国火急火燎的让咱们这儿借钱呢？因为他没钱呢，对不对？为什么美国火急火燎说我要降息了，我9月份要降息了，那东方大国能不能跟我一起降息？为什么他让咱们跟他一起降息呢？其实我们的利息高，我们也有压力呀，对不对？我们压力也很大呀，但是我们扛住了。就从2020年到现在，我们不但扛住了，而且我们还布了局。而且美国本来想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现在把自己脚给砸了，没想到他已经废了，砸的是自己的脚。现在什么概念？就是那天我说了，我说这个金融战就是谁先降息谁就输了。降息就意味着很多优质资产会外逃，因为哪个地方的就是钱热，哪个地方的利润高，对不对？包括影响外汇的肯定会有像什么基准利率啊，包括通货膨胀率啊，对不对？通货膨胀率正常的国家是控制在10%，如果超过10%，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的汇率，懂那意思吧？然后现在呢，就是你看啊，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安全是非常影响一个国家的汇率的啊，一个这个货币的汇率的。所以你看啊，就整个的全球的热钱现在能去哪儿？必须去安全的地方。你们在眼看整个世界哪儿安全呢？就2个地方安全，一个东方大国，一个美国，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美国说了，说我把整个俄乌战争挑起来，无一例外，第2天美国加息了。什么概念？在欧洲这部分热钱啊，在俄罗斯这部分热钱全部都要回流，它要吸引一大堆的优质资产回流，然后再用这些优质资产去抄底这些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乌克兰这些优质产业，来消化它的金融泡沫，懂我的概念吗？那么所以说现在美元加息了，加息完之后，我们这边紧跟着也加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所有的热钱，我们的汇率基本上是持平的。啊，不像美国那么夸张啊，而且我们有信用度，而且我们也和平，所以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叫分化了本来美国想吸引的优质资产，懂我的概念吗？那么现在老铁们啊，就是整个你看，这边是东方大国，这边是美国，美国这边如果降息了，我们不降息，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部分优质资产是不是歘涌入我们这边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美国说了，咱俩一起降，是不是？一起降，你就不会，就是东方大国这边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就特别大的优质资产的浪潮涌入你家。哎，所以说现在啊，就美联储的这个主席鲍威尔说9月份要降息，有一部分美国官员要疯了，说9月份吗？说不行，等不到了，说8月份现在此时此刻就得降。可问题是美国它能现在就紧急降息？肯定不能，因为这么整的话情况反而会更差，会导致军心大乱啊，败得一塌糊涂。现在留下1个月左右的缓冲期啊，说不定还能有点机会。那么说到这儿，老铁就问了啊，有老铁就问了，说这次美国在搞什么降息啊，和之前的操作有什么区别？为啥前几次美国都成了，反而这一次会给人一种要崩盘的感觉呢？这个问题咋说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讲太多经济方面的知识呢，我不擅长，你们肯定也不擅长，我只能用一句话说明白。你们想，之前美国加息降息，利用美元浪潮收割了全世界的时候，那次没有拉爆几个国家，但这次啊，你别说龙国挺住了，家人们，我告诉你，日本、韩国甚至正在参加俄乌战争的欧洲国家全挺住了。
美国当时想要利用这个加息，他想收割的不只是东方大国，你懂吗？他想收割的是东方大国、日本、韩国，再加上整个亚太国家。后来是大哥出手了，说你们别急，你们的美元、你们的外汇没有了，我们有，我们给你，我们借给你，千万别加息啊，千万别降息，就跟这帮亚太的国家说呀，这才挺住的。所以现在里外里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整个所有全世界，美国本来想加息收割的，结果大家都挺住了，只有美元没挺住。美元把自己的外债给拉爆了，现在他的利息自己一年的收入肯定还不上，所以美国人这次搞的这个美元浪潮啊，没有一个人被拉爆。那你说他这个美元浪潮不就等于失败了吗？至于鲍威尔，你明知道这次美国人输了，你为什么要坚持把降息的日子放在9月份？很简单，就是我前面说的家人们啊，现在美国就在求那个最后一线的生机了，而这最后一线的生机就是找他龙哥帮忙。你们没听错，还是找龙哥帮忙。咱们拿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今天沙利文来咱们这儿了，是不是啊？我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他来干啥来？说白了，一共就2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求龙哥别在南海那边，别在凤梨那边叮当456，对吧？第二件事儿就是求着龙哥说，你能不能买点美债？而且人家美其名曰了说稳定国际贸易秩序，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对吧？不说帮美国渡难关，最起码是说让美国有能力把降息的时间稍微往后延那么1个月，最好是能拖到美国大选结束之后，懂概念？但是就这2条，你要问说龙哥能不能答应，我只能说不可能。这有了前车之鉴，谁再相信美国谁就大傻子，对不对？这次就得让美国人自己扛，就算咱真的出手给美国提供帮助，兄弟们你们相信我，那也不是为了救美国，知道吗？而是为了制造一个缓冲期，让我们也平稳落地。有人说我们会不会降息？也会的，绝对会降息的。那不降息谁也受不了，对不对？也会降息，但是就是什么时候拿捏火候的问题了，对吧？就像我们考那个景德镇的瓷器，你低5度，就像考那个釉里红。我这2天家人们我在研究这些东西啊，就是你考那釉里红，你那个温度高一点，你这个花就爆色了；你温度低一点，色出不来。就是我们这个降息时间就跟这玩意儿是一样道理，让我们能够平稳落地。而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家人们？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几乎是99.999%会发生。那么说到这儿就可以说，美国这次金融战败了，就是败了。那败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和后果呢？我之前讲啊，我说这场金融战如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双方都往死里咬牙，谁先扛不住谁就输啊，谁就会被大口给吞噬了。结果这次老美输了，咱扛住了，那会产生什么后果？美国之后的降息将会慢慢的来降，不可能一步拉到位，加上降息还会有一个滞后的效应，所以短期之内很多人可能会感觉不到它的这个效果。但是把时间线拉长一点，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将会看到一些大事儿。什么大事呢？大量的优质现金流逃离美国，美元汇率将会大幅度跳水，美元指数将会大幅度下滑，甚至美股因为缺乏资金的支持也会咔嚓就崩盘了。尤其是在现在全球兄弟们都在去美元化，你们可以想象吗？印度和日本是去美元化最积极的，越来越明显了，对吧？美元霸权说不定会因为这件事儿而出现塌方。对美国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也只是美元的霸权啊，经过一轮潮汐，你就算还能维持它这真实实力，也会被全世界给看清了。这是怎么说呢？之前几十年，美国通过先降息、滥发货币，让美元流入国外，然后又加息，又什么收水，是吧？促进美元的回流，随手那么一挥就搞一个潮汐收割，基本上百战百胜。但现在这件事儿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再一次见证历史了。之后的美国会怎么样？一下没办法说清楚，但形势确实不会太好。而且万一到那个时候川普再失败了，那美国会不会内战？然后逼得美国政府不得已而发起战争，转移注意力，然后在战争当中再失败，最后直接导致美帝国彻底完蛋，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兄弟们，说不准了。咱就往后看吧，都是好戏。然后家人们，今天压轴大戏来了，我说了，我一定给大家讲悟空。
有没有关注黑神话悟空的？我特别想给大家讲，我是做足的功课了。我昨天做了1天的功课，我看了无数篇文章，然后我也看了那个悟空的这个整个的那个画面感呢，包括这个游戏的体验呢。虽然我没有玩，因为我不会啊。来，老铁们啊，家人们，你看，有可能有人说我不想听啊，为什么不听？我不玩游戏，这游戏我不感兴趣，我连看我都没看，对不对？有这样的人吧？我为什么要讲？因为这件事儿太重要了。有人说这个游戏凭什么火？怎么就火了？我告诉你凭什么？凭咱家央妈，凭咱家新华网都已经发视频表示认可了，就凭这是咱们家国内首款3A 游戏大作。那要知道游戏里的，你们家人们，你们要知道游戏里面的默认语言是简体中文，这是我们等了太久的事儿了，凭什么不能火一下？而且这不是咱们自己搁这自嗨呢，兄弟们，你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吗？就整个老外啊，不少老外都买爆了。就根据报道说，美国呀、新加坡呀，包括等等12个地区的黑神话悟空成功霸榜。像高盛分析就认为啊，说就凭这个火爆，直接出圈的这个黑神话悟空，全球收入会超过多少钱？知道吗？会超过50亿元。什么概念？创造历史。这几天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吧，就是每天就是刷视频的时候都能刷到这个。你们即使不玩的，有没有看过这个游戏的？有没有看过的？家人们，你知道前2天这个游戏还没上市之前啊，整个的预售直接超过100万份了，同时在线人数更是超过了300万。然后还有个什么事儿呢？这个不是手游，不是3A 级大作，所以家人们，你们听，你们会热血沸腾。如果今天老铁们，我把这条新闻给你们讲完了，你们不热血沸腾，算我输，好不好？我知道我讲这个新闻的时候，肯定咱们直播间会掉人，因为很多人他不懂游戏，我也不懂。但是你可以不懂游戏，但是它这个现象级的新闻呐，它已经引起了现在你知道，美国参议员准备起草法案，把咱们家这个黑神话悟空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个参议员说什么？说咱们正在派这个生物去西方游行，会破坏和干预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说因为他这个游戏需要接入网络，下音不？然后最新的这个悟空黑神话，老铁们，这次我为什么有人说我不想关注？老铁们为什么不关注？我告诉你，你凭什么关注？因为这次他把弯弯的某毒分子给打疼了，知道吗？就因为一个游戏把某毒分子给打疼了。怎么打疼的？就在我们这个游戏啊销量刚刚到200万的时候，那小弯弯这个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就说了，那弯弯有那个绿营啊，那个人物就宣称了，谁玩悟空谁就是我们的同路人，谁就得滚出弯弯。结果老铁们，你知道出现一个什么事儿吗？不少的弯弯网民纷纷回复说，我自己本人叫啥，从某年某月某日某点某分果断成为了我们的同路人。老铁们，就能让弯弯这么难受的游戏，我们不值得关注吗？我觉得太值得了，对吧？然后有人说了，就是那黑神话悟空火了，那怎么样？能赚多少钱？老铁们，按照高盛最近的一个预测，黑神话悟空在平台上将会卖出1200万份，将会带来超过30亿的收益。如果乐观情况之下，甚至可以卖出2000万份，收入超过50亿。哎，现在啊，就黑神话悟空在那个 Steam 同时在线的玩家已经突破300万了，在各大平台的销量已经将近超过了30个亿了。按照前期投入3到4个亿的预算，有人说什么叫3A？ 你别走，我必须给你讲明白，因为我也不懂，我是从不懂，我做了1天功课我到懂的，好不好？现在已经说这个3A 大作已经回本了，如果老铁们啊可以卖50亿，那放整个3A 游戏市场相当炸裂的存在。但是兄弟们，你敢想吗？我刚刚查了一下啊，就是这个也是一个主播的数据，王者荣耀2个月的收入就是50亿，
今年5月份，王者在全球收入是高达15.6亿，花6年时间踏碎凌霄做出来的黑神话，做出来的悟空，就算卖1200万份，这个数据相当于王者荣耀2个月的收入。为什么？全球头部的手游公司净利润可以达到 40%， 顶尖级的 3A 大作开发商净利润只有 20%， 这是行业问题，咱不讲行业。那么我就说一下这个为什么火。首先老铁们，画面你们去看，你们刷到，你如果是苏苏的粉丝，你刷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停留5秒钟，你会极有代入感，因为太美了，各种寺庙、各种建筑、各种雕塑都是真实有出处的。所以玩游戏就等于什么呢？带我们看了我们东方大国的古建筑，而且每一回合后面那个动画片儿，我的个妈，家人们，那叫高水平，不输阿凡达呀。第二个原因，老铁们，什么呢？就是他那个说书那个味儿啊，每一个人物的那个配音，那个声音太写意了，真的太哇塞，太有代入感了。而且家人们，有人说了，说3A 游戏，有人说腐坏孩子的心理，你就是个黑子，你肯定是美国养的狗。就因为这个游戏，连美国人、加拿大人都在现在我们的《西游记》这本书一本难求。你告诉我什么毁坏孩子心理？来，老铁们，咱不勒他啊！来，我告诉你们，你刚才问我3A 的这个，你看我一讲这个话题，是不是小黑粉多了？看见了吗？我有病吗？人家那个黑神话悟空会给我1分钱的广告费吗？我在这给人做广告。老铁们，那是给我们中华文化做广告，我骄傲，我身为中华儿女，我骄傲，我愿意给我们中华文化做广告。照你们，我明天我开始读《西游记》呢，我气死你们这些小黑粉。来，老铁们，告诉我的，你看，说中国青少年就躺在床上玩游戏吧，这个游戏躺床玩不了，你就黑吧。完了，老铁们，接着说啊。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呢？很多人都从什么股市啊、游戏设计啊、画面啊分析，对吧？咱说实话，家人们，刚才分析的都是非常浅显的，真正深层次的博弈，家人们，我告诉你，这个大麦真正深层次的博弈是东方大国和美国产业之争，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全球布局之路。你看看这次黑神话悟空享受的待遇，家人们，新华社亲自报道，钟某轩亲自接待团队，各大官方媒体争相报道，国内游戏巨头捧着钱排队拿钱投资。我就问你家人们，你们觉得一款简单的游戏、普通游戏会有这样的待遇吗？你可能会说，哎呀妈，太夸张了，就一款游戏呗。家人们，我告诉你，今天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给你讲这个东西，它到底意味着啥？首先兄弟们，刚才有人问了，说什么叫3A 呀？不知道，不玩游戏的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用你普通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我告诉你，众所周知，游戏行业里面是有鄙视链的，懂不懂？就像我们拍电影是鄙视链的，对吧？最下层的是玩手游的，就你们应该都知道吧，玩什么吃鸡啊、王者荣耀啊，属于这个范围。然后就是需要用电脑操作的网络游戏，比如说英雄联盟啊、魔兽世界呀、CF 啊，巴拉巴拉七七八八。然后再往上走，家人们，就是可玩性非常强的单机游戏，像上古卷轴啊，像孤岛惊魂呐，像文明6啊，巴拉巴拉七七八八。而兄弟们，黑神话悟空就是单机游戏里面的王者型的存在，顶级存在，咱们的1级大招。之所以称为顶级，老铁们，是因为什么？刚才有人问 3A 是什么？3A 级的单机游戏制作难度非常高，它考验的其实是一个国家高端工业的能力，懂吗？因为游戏本质是什么，兄弟们？说白了，它是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如何呈现真实的细节，那必须得在什么音像啊、图像啊这些领域投大量的钱。所以说 3A 级大作往往都会使用全世界最前沿的黑科技，比如说信息传递技术，比如说半导体技术，
比如说虚拟现实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技术。那么兄弟们，重要的来了，要支撑这些技术的应用，就要有什么？有一个强大的芯片。而芯片就是我们要谈这个重点了。美国的半导体巨头英伟达市值3.2万亿美元，多次登顶全球第一，懂吗？一家公司的市值约等于发达国家像韩国2年的 GDP。 为什么它这么强呢？兄弟们，因为全世界所有的高端芯片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它提供的，而高端芯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场景，那就是游戏，尤其是黑神话、悟空这种3A 级别的大作，非常吃的叫主机的性能，懂吧？而东方大国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清楚，手游网游泛滥，但是 3A 游戏领域一片空白，没有市场就缺乏投资的动力。东方大国高端芯片想发展其实挺难，不是一句说国家投资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任何一项技术的诞生都需要找到市场，有市场有盈利才会有一切，只有赚钱了才可以可持续发展。英伟达之所以这么强，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游戏的出品商，还有微软也是一样道理，它不仅是一个电脑科技公司还是全球著名的游戏制作公司兄弟们看到这儿你们就知道了吧，游戏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是不是去年我们发布了一个报告，家人们，叫什么呢？叫超级数字场景原动力游戏科技与创新应用研究，里面明确提了什么呢？提了22年游戏科技对芯片产业和跨行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我都想笑了没有一个是咱家人。游戏毁了一代人，还得接着毁下一代。你是哪一代人呢？你叫个人吗？你叫个人不？你赶紧出去，你做个人吧，行不行？游戏毁了，你见没见过整个？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个数据整个的科技芯片产业，游戏贡献了多少？跨行业贡献率是 18.65%， 对 AI 行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是多少？是 31.37%。 也就是说，游戏行业和高端芯片还有 AI 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懂我的意思吗？你用的手机，现在你在中国的大陆上，你用的手机，你的高端芯片没有这些高端科技的支持，我告诉你，你就没有这样低廉的价格用华为，你就没有这样低廉的价格去开比亚迪，没有这么低廉的价格去看悟空归来和哪吒2、战狼、流浪地球，没有这么低廉的价格能够玩到这么好的3A 游戏，懂我的意思吧？今天我就喝出来了，你看咱讲这个问题吊人，我为什么要讲？我就知道讲这个事儿一定有黑粉，我就犟了，我就骄傲，老铁们。所以说这款3A 级的游戏，它诞生是一个使命，它是一次我们在高端芯片包括 AI 应用领域进行的一次破圈，帮助我们在下一轮科技革命当中找到更好的应用市场，也是打破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垄断，懂吗？有人说苏你看咱家有小黑粉吧？为什么黑？知道不？为什么他要黑我？为什么要黑咱们这款游戏？因为他疼了，知道吗？他们疼了。这里面不乏有一些美国养的狗，包括凤梨的你们那些娃娃们。我们都知道那些毒的分子，他们怕啥？他们一直想干的事儿就是岛内去东方大国化。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从历史、从人文、从艺术这些方面尝试割裂年轻一代凤梨那帮人跟大陆的文化历史联系，懂吗？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文化产品越有感染力，越有吸引力，越能体现出我们泱泱华夏大国文化厚度和感染力的时候，他们越害怕，因为太有感染力了。这种感染力是深入骨髓的，是能够触动灵魂的，是能够写进基因的。不仅对我们这样家人们，我们是同宗同源，我们是同胞海峡对面的人也是一样的。就像老铁们
你的亲生儿子原来小的时候走丢了，你再看见的时候，我跟你说，血浓于水呀，对不？它是有启发的，而且这种文化归属感只要形成了是割不断的，所以能够老铁们看得出来有2件事儿，对东方大国的文化输出、软实力输出，或者说价值观的输出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东方大国是真真正正走向了富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这个生活品质被很多国家人羡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输出我们的价值观，包括审美标准。因为不管哪个国家家人们，很多人其实都是慕强的，羡慕强者，效仿强者的，懂吗？过去东方大国弱的时候，人家只能把我们的艺术品当成猎奇的收藏品而已。我们强大以后，人家才会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价值顶礼膜拜，这是对的。老铁们，你们可能看新闻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儿，黑神话悟空背后的创始人叫游戏科学的这个老板叫什么呢？叫冯骥。这个人很有意思啊，黑神话悟空全球销量过这个千万的时候，冯骥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依托于祖国的繁荣、稳定、包容和远见。这个话太有深意了，很多人喜欢跟咱们贴标签吧，你看刚才说了吧，啊，你就太极端了，你什么看流浪地球，你什么用华为手机，你开比亚迪汽车，是不是啊？但这是怎么说呢？请问这个世界上，老铁们，我问你们，请问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同时生产自己的一流手机、自己的一流汽车、自己的一流科幻电影，还有3A 游戏大作？请问这些有几个国家老百姓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能够同时享用这些工业产品、商业产品、文化产品？老铁们，这些东西的成功不是靠自己优秀，就像冯骥讲的一样，靠的是我们东方大国，强大的东方大国，繁荣的东方大国，稳定的东方大国，自信的东方大国，思想自由、包容、开放的东方大国。还得补上一句，正在我直播间，除了那些狗腿子们，你们长期以来坚定的不移的支持国产，支持民族工业，支持民族文化，支持伟大国家复兴的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有人老铁说了，火了能怎么着？是不是这事火了能怎么样呢？就像很多人形容老美，家人们说老美最厉害的武器是航空母舰吗？是外面的驻军吗？不是的。有多少人知道美国在全世界有多少个航母？美国在全世界有多少个驻军？多少个军事基地？几乎不是关注军事的不知道。但是兄弟们，我问你，有多少人不知道好莱坞的米老鼠唐老鸭？因为航母不会开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但是美国的大片儿它无处不在呀。咱现在干的是啥？就是要多去改变别人对咱们的误解，就包括除了家人们，你看这个黑神话悟空带来实打实的这个经济效益，你看像里面30多座咱家的中国古建筑，不仅让老外感受到它这个中式美学呀，对吧？还带火山西旅游了呀，对不对？那个什么玉皇庙、小西山啥的，都是这个游戏的取景地，热度飙升。所以兄弟们，我就用一个主播的话来说，赚钱力不能只看游戏本身，它让我们东方大国文化出海，以及带动山西等地的旅游收入，都是海量的经济效益。就比如说黑神话悟空在全国36个取景地，山西独占27个，悬空寺、云冈石窟都火了。你知道8月份啊，家人们，就8月份悟空刚火了不到半个月，8月份山西文旅的预订单量同比已经暴涨了105%，这会是多少旅游的收入啊？而在文化上，家人们，西游记的销量直线拉升，知道吗？直线拉升，甚至海外啊都在热卖了。文化输出最终带动的是经济。等会儿，而且这次游戏爆火也会被更多的资本看到。
什么概念？就咱国产游戏的这种潜力啊，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钱砸进来，能多弄点高新技术岗位的产业机会，能有更多高新技术产业毕业的人一毕业就能得到就业机会。就像你们说毁了下一代那个你们的人，你们的下一代要学高端技术产业，毕业了孩子能就业，能提供这种高端产业的公司没有多少。懂我的意思？就是再搞一些什么呢？更多是什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这是我们的国产游戏，什么封神榜啊，什么山海经啊，什么乱码七糟的，就这些。老铁们，我告诉你，一说我就激动。要这个公司真的好起来，或者有更多这样的公司投入到这样的企业来，把我们所有的游戏所有的这个文化做成游戏。就像很多网友说的，之前在埃及开启这个游戏生涯，在美国西部什么骑马流浪，现在因为黑神话悟空终于能回归故乡了。所以现在看见很多老外已经为了游戏开始恶补西游记了。那么我们再往后看，你就等着瞧有没有哪个影视作品或者游戏能让更多国家站在我们的视角，认认真真来学一学东方大国的抗日战争，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方式问题，东方大国对外宣传不能只是像其他国家什么官方记者呀喊口号没有用，对吧？光靠几个孔子学院不够，宣传方式家人们一定要多元化，是吧？一定要入脑又入心。你想想老铁们，当年美国怎么宣传他们的美国梦的？怎么宣传的？美国也是靠影视作品展示的生活条件所以说好莱坞就是美国对其他国家民间输出价值观和审美标准的重要出口。好莱坞的作用比美国外交部的作用大多了。那么这种经验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悟空，更多的流浪地球这样的产品，把中华文化传播出去，要让人爱听，要让人接受，而且要反击那些污蔑东方大国的声音。这是最好的武器，这是最好的软实力输出，价值观输出，审美标准输出。就像中医一样，对外面那些小咖了们，这些狗腿子们，治病得治根儿治标还得治本，对不对？有些人说一个游戏书你至于吗？太至于了。因为在国际上我们东方大国自己的 IP 形象太少了。在过去东方大国文化想要出海，知道要怎么办吗？曲线救国，就是让别人拿我们的 IP 去赚钱。就比如说三国，是不是就三国这类游戏都是日本做的，不，三国是欧美厂商应该是再比如说熊猫，是独属于东方大国的 IP 吧？但是世界传播最广的功夫熊猫是美国梦工厂做出来的，除了配音找了东方大国的演员，其他跟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再比如我们的这次的主角悟空，老铁们还说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有多少人看过龙珠？这个角色之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最广的不是我们的西游记，知道吗？而是日本的动画龙珠。这是很多80后90后的回忆了吧？但是你知道拥有一个世界级的 IP 能赚多少钱吗？家人们，全球最值钱的10大 IP， 日本和美国各占一半。那比卡丘那个日本的公司市值7000亿人民币。迪士尼那一堆破米老鼠唐老鸭市值超过了5700亿人民币。那些在迪士尼门口排队的人，在那个环球影城门口排队的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是为了 IP 买单呢？一个 IP 顶一个国家的收入不是随便说说的，而且这些形象不仅把钱赚了，也把我们的文化给传播出去了，对不对？以游戏为例子，为了能读懂他们的游戏，你需要去学希腊神话，你需要知道十字军东征，你需要知道叫什么中土世界，你得学习日本的历史，甚至你还得认可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而我们黑神话悟空把这个一切都逆转了。首先 3A 游戏的垄断被我们给打破了，在游戏圈里面 3A 游戏是食物链的顶端
啊，包括游戏引擎啊，美术人员投入那都是家人们顶到天儿的，没有一定的资本，你连3A 游戏的门槛在哪儿，门在哪儿你都找不到。在过去顶级的一个3A 游戏一直是被欧洲、美国、日本去垄断的，但是我们不仅做出来了，而且在他们的评分巨高，上线之前全球预约的人已经超过了110万，不值得关注吗？不值得骄傲吗，兄弟们？另外赚钱的同时，东方大国西游记文化那已经席卷全世界了，孙悟空护送唐僧取经的故事那都是刻在我们血液里的，现在轮到欧美这帮玩家补课了。在国外现在社交圈里面，你不聊两句西游记你都不知道从何开口，真事儿老铁们，你都插不上嘴。我们曾经投入天量资源没干成的事儿，一款游戏干到了，所以它就是一个游戏那么简单吗？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文化输出方面一直非常弱势啊。美国好莱坞电影有迪士尼，日本有动漫有音乐，韩国有女团，我们这些年几乎什么都没出过海。最近几年网络小说霸总短剧在国外火了一段时间，但没形成规模，没形成优势。我们需要一个像皮卡丘、像猫和老鼠、像米老鼠、唐老鸭啊，什么舒克贝塔这种 IP 去吸引全世界的关注我们中国文化。如果这次黑神话悟空能够成功出海，并且在海外吸引大量的玩家，毫无疑问必然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输出事件。咱们现在早就已经是世界第1大工业强国了，举足轻重啊，可以改变地球秩序啊，我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啊。为什么我们要忍受在文化上的弱势呢？为什么我们要忍受好莱坞电影、欧美的游戏占领我们的市场呢？为什么还要让东方主义由西方人来定义呢？来扭曲我们的文化呢？对不对？有人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市场自己占领，自己不占领，难道等着别人来占领吗？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历史和文化，你自己不输出，难道让别人来掠夺吗？让别人来丑化吗？